好，接下来看到三路对撞已经全面展开了。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的是，美日的战机、航母都已经压进到了包括整个西太平洋地区，能够敌得过今天会做武器上面的比较，包括了解放军的歼20、歼35吗？今天做一个大比拼。好，赶快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，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。美日呢正式的派出了他们的军机哦，不管是 B52H、F35A、F15要秀肌肉，但是现在也被解读说，如果真的正面遭遇到解放军的歼20、歼35的话，这一套空中的编组能够敌得过吗？还是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姿态呢？第二件事情，我们今天也会看北中南线来做这个比较哦。第二件事情，美国又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派出他的林肯号紧急杀入在西太平洋地区，双航母成型，美军是否已经预判这个局势会失控了？所以赶紧派出他的这个林肯号呢？南线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一路往南走到了越南，美军他派出了他的 F35B 开进了越南的岘港，再加上越南最近为什么突然间做了一个动作呢？他把他的军舰穿越在台海，就在这个敏感时机哦，美国拉越南入局吗？但是越南不是一向奉行竹子外交吗？他这一回是会如何来选择他的立场呢？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。好，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天日本的压力确实比较大，除了面对到辽宁号还有中俄战略轰炸机之外，美军现在也赶快开始有了反制的动作哦。我们来看到美军做了什么，它其实呢分成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北中南线3路一起来展开反击，我们一一来做解读。我们先来看到美军的北线，它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布局？12月10号，来自于美国的空军2架 B52H 的轰炸机，跟日方则是出动了他们的 F35A、F15战机，在日本海的上空联合演训。日方是这样说的，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向这个中国大陆去传达一个立场，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意图。我们先来看到北面的这个动作，美国派了他的 B52声援日本，但是现在也有军事专家解读啦，你为什么只派 B52呢？为什么不派你的这个 B21轰炸机？这不是更精锐的一个轰炸机吗？那日本派出它的最强的 F35A 来参与巡航，如果遇上大陆的歼20、歼35，讨得到便宜吗？张将军怎么看？因为那个美国这一次他没有派 B21，我认为它是有原因。B21首飞是在3年前，就是2022年的12月，现在已经2025年的12月，3年了。但是3年呢，它要经过3个阶段呢，它才能够来变成能够出任务啊。第一个，他要做训练，这个飞机出来了，原型机出来了，原型出来，量产机要出来，量产机出来开始训练，训练之后才能够完成 IOC， 就是初级作战阶段，就这一个，这个还没完成呢。初级阶段完成之后呢，扩训之后变成完成全战备阶段，这是第2阶段了。那全战备阶段还没有看到嘞，因为为什么？美国做飞机做 B21，它是第6代轰炸机，第6代啊，最新的，每一架是7亿美元啊，211台币啊，一架飞机211台币，那么贵啊，好贵啊。那它有第2阶段的完成全战备阶段，那第3阶段呢，它才会飞到阿拉斯加或飞到关岛先进驻，它不可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飞过来，那1万公里啊，怎么飞过来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所以它现在只完成第1阶段，在作战测评跟训练，还没有完成第2阶段到第3阶段，所以更不可能过来 B21没有啊。那现在能够派什么？就派 B52嘛，因为 B52。这是越战的，它8个发动机啊，可以用很久，已经60年了。那他没有派 B1 跟 B2，他习惯就是放在关岛，有时候会进驻到 B52H，战略轰炸机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现在没有派 B21，它还没有完成 FOC， 就是全战备阶段。那我们先来看，那在日本海的这个日本派了这个 F35A 来这个在空中来编队护航，那 F35A。碰到中国大陆的歼35跟歼20怎么样？这谁会赢？我认为这个要从很多的方面来做分析。那第一个性能，我认为性能在这方面呢，虽然 F35A 是单发动机，中国大陆的不管歼20也好，歼35双发，载弹量大，速度大，因为我双发动机嘛，推力就是大，心脏就是比你强啊。但是问题是不是在性能的比？要比什么？比我们就知道要比现在是系统化作战。
在今年的5月7号，印巴空战，那个印度用的是标风战机最好的王牌标风战机最好的第4代版最厉害的，就不是输了吗？因为它没有系统化作战，不是这个一个飞机跟一个飞机比，是系统化作战。最重要的是空中管理。那个美国跟日本犯了一个战略错误、战术错误，他没有派E3A 空中运机嘛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那你派个E2D 空中运机也没有啊。对，打仗一定要空中运机。他没有派。我看你是派的 B52H 2架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F35A 复航。你如果派了E3A 哨兵式的空中运机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美国也进入网状化作战。那在网状化作战对网作战，整个空中的透明度很清楚，然后呢可以 A 射 B 导，你发射飞弹，我帮你引导打远方的目标。这个就是网状化作战，就系统化作战，没有嘛？大家比这个东西，要比网状化作战能力，不是光比飞机的性能呢。第二个要比的是电子战能力，电战能力，那你有没有挂相关的这种电战加仓？就 ANLQ184或223，可不可以？要不要挂上去啊？你要挂，甚至我们讲到的这个，除了空中影机，美国这一次出动有没有出动的？我们讲的这个 RC135电侦机或者 EP3电侦机，没有啊。这个东西的话，也可以做一个区域式的电战能力的，做战场的管理，因为战场的电池是非常复杂的，这是空中影机要出动。刚才讲到空中影机外面，电战机也要出动，这就不一样了，这就是局情作战。战场管理透明又有电战能力，最后一个第3个，我认为大家的这个飞弹的，就是空对空飞弹的抗干扰能力。抗干扰，你会不会被它干扰掉？霹雳1洞飞弹、霹雳这个120飞弹、霹雳155飞弹，甚至将来会有霹雳1拐的飞弹，会不会干扰掉？同样的，美国的 AIM-12洞的飞弹，它已经到第8代了。抗干扰能力如何？还有美国的这个近战的，现在已经可以打到40公里响尾蛇啊。可不可以看得干扰能力？这是短程的，现在应该达到40公里哦，因为它一直在改良。短程的40公里，长程的可以达到140公里。AIM-12洞的改良型可以达到140公里。那我就要看你抗干扰能力了。你如果抗干扰能力弱，那你还是打不到，被人家干扰掉了。所以我们看要从整个态势的评估、战场的管理、战场的透明度，还有系统化的链接的能力，来决定空战的胜负。好，这一次针对这场中日争议不断延烧成为一个军事争议，美军刚刚特别讲嘛，分3线来做反击。那刚刚北线的部分，张将军已经帮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了。未来包括这个美日对上中国大陆，还是要走这个空战，还是得做系统化的作战，看谁的能力整合的能力比较强。那如果是中线呢？中线我们来看看的就是有关于海上，到底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。到底是美国还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，谁比较占优势呢？来看到中线，美国做了什么？他派出他的海军尼米兹级的航舰林肯号打击群，正式的已经进入到包括他的美军的第7舰队负责的西太平洋海域来执行这个叫做紧急加派部署任务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预排的一个航程，它是因为这个五角大厦面对现在局势快速升温，所以及时做了一个反制，有点像是威慑的一个动作。那可不可以这样子做解读啊？代表五角大厦认为现在区域局势可能失控，所以派出了他的这个林肯号。那如果加上林肯号，再加上华盛顿号双航母，能够平衡目前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所占有的优势吗？厉将军有怎么看？我先说明一下，林肯号还没有到西太平洋来哈，它目前为止还是在这个檀香山那边而已。因为西太平洋美军的2个航母基地，一个日本的横须贺，一个是关岛哈。那现在是华盛顿号从关岛要返回横须贺的途中，它必须要把这个母港让出来，然后才会让林肯号进来哈。是。那如果说不然2艘航空母舰都停在一个港口的话，那等于2颗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对。万一解放军发动攻击的话，2艘航空母舰都毁掉。那最近这段时间，确实是整个西太平洋，包括第1岛链跟第2岛链，那双方海空来讲都非常热闹。其实不止这几艘了，我数给各位听。包括美军来讲，它的航舰级大概就有林肯号、华盛顿号，还有蒂利波里号。那解放军这边的战舰来讲，目前知道确定的有辽宁号，但是据我了解，山东号其实已经从三亚港出来了。
除了这2艘之外，另外075的海南号现在正在往澳洲的途上，那会不会到澳洲去？不见得，它可能会从南开始向北拐哈，然后在这边除了075海南号之外，我相信解放军还有没有别的这个075舰队也开始出动？那日本也有舰队出动，日本的加贺跟这个出云号2艘的所谓垂直2栖攻击舰啊，我们把它定为它本来就是2栖攻击舰。可以起降这个 F-35B 的这款战机的这个2栖攻击舰，目前听说也已经动了。那空中更是热闹。昨天我们刚刚讲这个解放军来讲，它有轰6在这个歼16护航之下，在跟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图95，然后跟它的苏30护航之下，双方在这边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的一个战略巡航。所以可见的是，在这个区域来讲，事实上目前让人家感觉到不免会不会提心吊胆。可是如果说是真的开战，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，这个按照军事原则来做分析的话，到底谁有胜算？第一个，我们讲兵力，兵力目前看出来，中俄2国兵力确实是要强于这个美日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解放军除了它有2艘航空母舰之外，那后续来讲，它有很多的这种轰6战机，数量绝对是远胜于美军跟日军的。除此之外，那地面来讲，它有很多的地对舰的导弹、地对地的导弹，就包括东风27、东风26、东风21D 等等不管是对舰或对地的攻击。那海军来讲更不用讲了，解放军在这边，它除了说是有2艘航母跟075之外，它还有很多的055大驱，这是我们以战力来做个比较。第二个，我们就战力的位置来看的话，位置解放军它有在地优势啊，这个在第一岛链都是它作战火力的攻击范围，但是我们现在看美军来讲，如果要支援的话来讲，它必须远从美国本土过来。现在林肯号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所以路途遥远，对他来讲的话，可能兵力来讲补给线就会做得很长。第三个，我们讲这个作战区域来讲，很明显的日本是没有作战纵深的，它只是一个岛链在这个地方。那日本大概美军在这个地方也就关岛，还有这个加手纳等等几个基地。那这几个基地都是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，所以在这种之下，我觉得它的这个战略态势，讲战略态势，不管是兵力或者是兵力位置，或者是这个作战区域来讲的话，它都属于一种极不利的态势。最后我们比较一个，就双方来讲，持续战力，那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哈。解放军来讲，他自己有完整的一个军工生产的一个体系。那反观美国来讲的话，它现在简单的讲，包括稀土如果被管制的话，它的后续生产跟保养维修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整个评估来讲，我的判断是，这个美国跟日本跟中俄2国来这2大集团来对抗的话，那日美是属于极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到，刚刚厉将军帮我们看到，就是整个在第一岛链，目前看起来中俄在整个兵力上面，在军事上面的优势是胜于美日的，这个是中线，现在美军出击。那南线呢？刚刚讲嘛，美军还针对南线有了新动作，这一次还搭配了另外一个美国的重要的盟友越南一起来做关心哦。美军这一次派出的是它的2栖攻击舰迪黎波里号跟它的巡洋舰停泊在越南的岘港，他说是要做友好的访问。那迪黎波里号更是直接搭载了美军最先进的它的 F-35B 垂直起降逆中战斗机。我们来看到，那越南方面为什么在这个敏感时机又有所动作了呢？史无前例的证实呢，它在越南的军舰12月11号已经通过了台湾海峡，执行自由航行。美军的这些军事动作来看，它到底目的是什么？意思是说，暗示如果有冲突，可以从越南方面来牵制中国吗？越南一直都是奉行竹子外交的，这个时候他如何来做选择？杨老师怎么看？我现在要澄清哈，就是到目前为止，美国方面对于从高市发言到现在雷达照射的问题哈，其实都是保持的冷眼旁观。就算是国务院发言人的一段文字，他也只不过是回应给媒体。还有呢，就是美国小泉防卫大臣和美国的国防部长的通话，好，还有一个媒体上比较少的，在冲绳的美军基地的指挥官，不过他是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，他们讲的都是美日安保重视的，
略微有提到中国大陆的行为，可是前面都有一句话是美国不希望跟中国在此对抗或冲突，就非常符合美国最近发布的国防安全战略报告的那个论述，所以这个主轴大概出来了。同时，航空母舰华盛顿号、乔治华盛顿号是回到了横须贺了，这已经确定了。那通常回去大概就是半年的，就是等于是维修，所以半年不会动在那边的，它进行叫做春季维修。因此才会派从圣地亚哥，然后呢到现在在夏威夷那个林肯号进入到就是西太平洋，所以并不是2艘航空母舰要对中国大陆威慑。但是进入到越南这个部分呢，是美越建交30周年。那越南看得清楚，他现在其实维持的是竹子外交，竹子外交就是两边都会摇摆啊。可是呢，他越来越清楚，他那个根呢，其实长在中国旁边，它就是中国的邻国。对，现在不只是地理上、地缘上，在经济上、在供应链上，以及不要忘记整个东南亚也跟中国的这整块都连接在一起，也就是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上面，所以他很清楚。你看到越南在最近南海议题上，其实已经基本上不太去做任何跟中国的冲突的活动，虽然他在岛屿的军事化其实速度不慢于中国大陆，我们在这个节目讨论过。对，同时越南比较特殊的是，他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，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大概126公里，平均宽180，那因此那长度大概是370，因此其实中间是的的确确以国际标准而言，它在属于公海或者是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范围。那有人说中国大陆要把它内海化，可是它并没有对船舰或者是甚至军舰做这种作为。可是如果你的军舰来是明显要挑衅，或者是说要摆一个姿态，说要去介入到台湾问题，那他当然就会等于是表现出，那你来的就不是善意嘛。好，因此越南这一次的这个穿越，我觉得不需要大惊小怪。可是时间点，我觉得越南也了解。这个时间点，它也是做球给美国跟日本。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高市的台湾有事以及雷达照射的问题，它可以晚一个礼拜，那但是他选择这个时间点，我觉得大概某种程度，他也跟日本可能要索取一些东西，所以背后可能要了解，他不是要去挑衅挑战中国大陆的这个台湾问题的立场，但是呢。他可能在跟日本有所交易吧，我的推论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，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